细品探离得珠，于诱惑与智慧间抉择。在生活的漫长旅途中，我们或多或少都曾幻想过一夜暴富，平步青云，渴望命运突然馈赠一份厚礼，让自己的人生就此改写。然而，这份突如其来的幸运，究竟是命运的垂青，还是隐藏危机的陷阱？2000多年前，庄子在《庄子列御寇》中讲述的探离得珠的故事，犹如一座井中穿透岁月的迷雾，为我们敲响了对意外之财和人生抉择的深刻思考。故事溯源，河边人家的惊险收获。想象这样一个场景，在一条悠悠河畔，住着一户贫困人家，每日靠割芦苇、编织草席维持生计，日子过得清苦，却也平静。有一天，这家的儿子在河中游泳时，意外潜入河底深处，竟捞到一颗价值千金的宝珠。满心欢喜的儿子将宝珠带回家，本以为生活会因此迎来转机，可父亲的反应却出人意料：“快拿石头把这颗珠子砸碎！”儿子震惊不已，面对着稀世珍宝，父亲却神色凝重地解释道：“这颗宝珠藏在9重深渊之下黎龙的汗下，你能得到它，必定是趁黎龙熟睡之时。一旦黎龙醒来，发现宝珠被盗，你连一丝生还的机会都没有。”这个故事后来衍生出探离得珠这一成语，比喻冒着极大风险获取巨大利益。在故事里，父亲的话无疑是一种清醒的告诫，不要为了财富拿生命去冒险，比起铤而走险获得的财宝，平淡安稳的生活才更为珍贵。庄子的隐喻，宋王赏赐背后的危机。庄子讲述探离得珠，并非仅仅为了讲一个有趣的故事，而是借此讽刺河井是那些被虚荣和利益冲昏头脑的人。有一次，庄子在路上遇到一个从宋王那里获得10辆马车赏赐的人，此人得意洋洋，在庄子面前大肆炫耀。庄子见状，便向他讲起了探离得珠的故事，并直言，如今的宋国局势之复杂危险，远超9重深渊，宋王的凶猛残暴更甚于黎龙。你能得到这些马车，必定是宋王一时糊涂，一旦宋王清醒过来，你恐怕性命难保。这里所说的宋王，极有可能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宋康王。据史料记载，宋康王身材魁梧，力大无穷，凭借强大的武力，在诸侯中称霸一时。他东败齐国，南破楚国，西胜魏国，使宋国在短时间内成为不可小觑的强国。然而，在其辉煌霸业的背后，却是对本国百姓的残酷暴政。他肆意残害百姓，剖开驼背人的脊背，砍断早晨过河人的双腿，百姓们生活在恐惧之中，苦不堪言。诸侯们也将他比作暴君商纣王，称其为桀宋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庄子的告诫显得尤为深刻。从宋王那里获得赏赐，看似是平步青云的良机，实则暗藏巨大危机。宋王的喜怒无常，就如同熟睡的黎龙，一旦醒来，赏赐者随时可能遭受灭顶之灾。现实映照暴富背后的隐忧。探离得珠的故事虽然发生在遥远的过去，但在现实生活中，类似的情形却屡见不鲜。2018年，支付宝推出的中国锦鲤活动吸引了无数人的关注，最终幸运儿信小呆获得了价值近1亿元的豪华奖品，其中包含旅游、酒店、餐饮等各种代金券。一夜之间，她从一个普通的 IT 女孩成为众人羡慕的对象。然而，这份看似从天而降的幸运，却成为了她生活的负担。为了在1年内花完这些代金券，她辞去了稳定的工作，踏上了环球之旅。但旅途中，许多费用仍需她自掏腰包。一番折腾下来，她不仅身心俱疲，还花光了积蓄，甚至透支了信用卡。曾经令人艳羡的锦鲤生活，变成了一场难以承受的噩梦。再看看发际线男孩小吴的经历，因独特的长相和表情，小吴在网络上迅速走红，一时间各种综艺邀约、广告代言纷至沓来。在享受了短暂的名利双收后，随着热度的消退，小吴又回到了平凡的生活。但习惯了聚光灯下的生活，他难以接受回归平淡线，入了失落与迷茫之中。这些案例无不证明，突如其来的财富和名利，若没有足够的能力去驾驭，往往会成为一场灾难。抵御诱惑，在抉择中保持清醒。面对生活中的各种诱惑，我们该如何判断是真馅饼还是毒馅饼呢？首先，我们要学会分析给予者的动机和品性。如果对方心怀不轨，其给予的利益很可能隐藏着陷阱。例如，一些诈骗分子往往会用高额回报为诱饵，吸引人们上钩，一旦入局，便会遭受巨大损失。其次，当我们难以分辨诱惑背后的真相时，不妨保持谨慎的态度，
不轻易接受意外之财，因为不拿至少不会损失，而盲目贪图利益，可能会给自己带来无法挽回的灾祸。庄子借探离得珠的故事，更深层次地传达了一种看淡金钱的人生态度。在当今社会，物欲横流，金钱似乎成为了衡量成功和幸福的重要标准。许多人为了追求财富，不惜透支身体，牺牲与家人相处的时间，陷入焦虑和疲惫之中。然而，真正的幸福并非来自于金钱的堆砌，而是源自内心的满足和对生活的热爱。我们应当在努力赚钱与享受生活之间找到平衡，珍惜与亲人朋友相处的时光，关注自己的身心健康。毕竟，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往往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。就像河边的那户人家，虽然生活贫困，但一家人平安和睦，这份平凡的幸福又何尝不是一种宝贵的财富呢？探离得珠的故事不仅是一则简单的寓言，更是一部生动的人生教材。它时刻提醒着我们，在面对生活中的诱惑时，要保持清醒的头脑，不被虚荣和利益蒙蔽双眼。唯有如此，我们才能在复杂多变的人生道路上做出正确的抉择，收获真正的幸福与安宁，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，让智慧的光芒照亮前行的每一步。细品探离得珠，于诱惑与智慧间抉择，在漫漫人生路上，谁不曾做过一夜暴富的美梦，幻想命运突降厚礼，瞬间改变自己的生活轨迹？然而，这份突如其来的幸运，究竟是命运的垂青，还是隐藏危机的陷阱？2000多年前，庄子在《庄子列御寇》中讲述的探离得珠的故事，宛如一座警钟，穿越岁月的长河，敲响了我们对意外之财和人生抉择的深刻思考。故事里，悠悠河畔住着一户贫困人家，靠割芦苇编草，习勉强维持生计。一天，这家儿子游泳时，竟从河底捞出一颗价值千金的宝珠，满心欢喜带回家后，父亲却让他砸掉宝珠。原来这宝珠藏于9重深渊离龙汉下，儿子能得宝珠，定是趁离龙熟睡，一旦离龙醒来，儿子将性命不保。由此衍生的探离得珠，寓意着冒着巨大风险获取高额利益。父亲的话也告诫人们，平淡安稳远胜铤而走险。庄子讲这个故事，旨在讽刺警示那些被虚荣和利益冲昏头脑的人。他曾遇到一个从宋王那里获赏10辆马车便得意炫耀的人。庄子直言，宋国局势比深渊还复杂，宋王比离龙更残暴，能得马车定是宋王一时糊涂，一旦清醒，赏赐者性命堪忧。这里的宋王大概率是宋康王，他虽凭借武力称霸，却对百姓施行暴政。庄子的告诫揭示了从宋王楚德赏背后的巨大危机。时代更迭，探离得珠的故事在现实中不断上演。2018年支付宝中国锦鲤信小呆一夜之间获得价值近亿的奖品，本以为是命运馈赠，却成了生活负担。为花完贷金券，他辞去工作，环游世界，最终身心俱疲，积蓄透支。发际县男孩小吴因独特长相走红，收获名利可热，度消退后难以回归平凡，陷入失落。这些案例都证明，若没有足够能力驾驭突如其来的财富和名利，往往会变成灾难。面对生活中的诱惑，我们需学会分析给予者的动机和品性，警惕心怀不轨之人设下的陷阱。难以分辨时，保持谨慎，不轻易接受意外之财。庄子借这则故事传达看淡金钱的态度。在物欲横流的今天，很多人被金钱裹挟，忽视身心健康与家庭幸福。真正的幸福源自内心满足和对生活的热爱。探离得珠不只是寓言，更是人生教材。它时刻提醒我们，面对诱惑保持清醒，不被虚荣和利益迷惑，在人生道路上做出正确抉择，收获幸福安宁，让智慧照亮前行的方向。在今后的日子里，每当站在诱惑的十字路口，就让这则故事化作心中的指南针，助我们抵御迷茫，朝着心灵富足的方向稳步迈进，让传统文化帮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。